大家好，我是巴特曼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最新的原创乐高 Mock 最伟大的作品，还原的是周董新专辑主打歌里边弹奏古董钢琴的场景。整个 Mock 一共由13000多块积木组成，主体的钢琴长74厘米，宽52厘米，高24厘米，再加上演奏的周董，整个作品长度超过了90厘米，重量达到了15公斤。这是我迄今为止设计过的最大的乐高 Mock。我们可以拿一个普通乐高小人对比一下大小。为了还原 MV 中那架古董斯坦威钢琴，我的乐高 Mock 版本琴身颜色呢以米黄色打底，配上装饰性的绿色和金色积木。造型上除了表现出三角钢琴特征，也尽力去还原真实钢琴琴身上的各种细节。整个 Mock 难点呢肯定是用乐高积木去表现遍布全身的金色雕花了。合适的金色积木呢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好在呢通过小零件的组合以及金属金色和珠光金色搭配，也能呈现出很华丽的效果。我使用了很多这种金色藤条零件和树叶零件，积木本身曲线呢非常适合还原雕花那种华丽的感觉。当初设计时候呢，为了寻找合适的积木也费了不少劲儿，尝试了10几种积木组合，最终敲定了现在的版本。我是挺满意的，我也真的是尽力了。我的乐高 Mock 版的钢琴呢，一共有79个琴键，其中56个白键，23个黑键。虽然在数量上比真实的88个琴键呢要少，琴键分配的比例呢也跟52个白键、36个黑键呢不一样，但好在呢每个音组里边琴键搭配呢看起来挺唬人的。最主要的是呢也配合人物的比例，摆在一起呢很协调。MV 中的钢琴呢处在一种半开启的状态，我不知道这种状态呢有没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啊，就是只有前顶盖是打开的，跟后顶盖呢叠在了一起。前顶盖打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钢琴内部的一些结构，各种隔断啊、调音钉啊之类的。这里我也是做了一些细节的还原。好在后顶盖是关着的，也可以省一些力气，不用去做更多的内部结构了。我索性偷个懒，把整个后顶盖封死了，这样还可以把整体结构做得更结实一些。这些内部结构的上方呢，还有立起来的谱架。虽然说谱架镂空的部分比较多，但因为本身很轻，不用考虑太多承重的问题，所以设计起来呢也不是太伤脑筋。琴腿的部分呢镂空也很多，结构呢也更复杂。其实你仔细看就会发现，真实钢琴的琴腿呢是由4个小腿组成的。我把这种结构做出来了，但相对的结构上做的比较空，可能会更好看一些。但是承重的能力呢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。踏板旁边的部分也是这种思路啊，反正呢钢琴琴身这么重，也不指望这些小腿子来承重了，索性呢就把技能点完全点在了外观上，做得好看一些，还原一些就可以了。承重的问题呢再想别的办法。其实琴身主体结构里边，我设计了一个类似大梁的结构，贯穿整个琴身底板，所以整体的结构强度呢是绝对够的，就是得找一个同样足够强的支撑架才能撑住。一开始我设计了这么个架子，但感觉呢不好看，索性呢就沿用了我拼搭时候使用的这个小铁架子，强度够还不是很显眼，也挺好的。然后就是这次 Mock 主角中主角啊，我们的周董穿上橘黄色小礼服，戴着黑色小礼帽，打着小领结，忘我弹着面前的古董钢琴。这次人物大体框架呢沿用了上一个 Mock 的设计，正好呢比例也合适，或者说我就是按照这个人物的比例啊去设计的钢琴。但是虽然说人物的骨架可以重用，对于乐高设计来说呢，换件衣服啊就跟给整个人重新做一个设计没什么区别。下面琴凳呢也跟钢琴主体保持了一样的设计风格，使用了大量金色积木，搭建了大量的镂空装饰，包括琴凳内部都是镂空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里边呢还有雕花的设计，就是不太明显。琴凳本身呢倒是够结实，周董坐上去呢完全没有问题。场景的还原就是这些，但毕竟呢我这次 Mock 的其实是周董的新歌啊，不是这架钢琴，所以呢我还加上了歌曲中的一些元素。有同学可能已经注意到了，钢琴外围上的画呢被我给替换了。我也不太清楚啊原本琴上画的是什么，我把它们换成了歌词里边提到的2幅名画，一幅是梵高的星空，一幅呢是孟克的呐喊。前顶盖上融化的时钟来自达利的名画记忆的坚持，这朵花出自常玉的青花盆与菊，还有一个小苹果，找好适当角度，周董就变成了玛格丽特的名画戴黑帽的男人中的角色。这一片小池塘来自莫奈的睡莲，有几朵花骨朵含苞待放，其中已经盛开的莲花里边呢有一座金色的王冠，对应歌词里边与莫奈相遇时提到的音乐的王。前顶盖上这本打开的书、笔还有金框眼镜代表着徐志摩。基本上歌里边提到的各种艺术家呢都带上了。有同学可能会问啊，那郎朗哪去了？这本书你再仔细看，其实呢是一本乐谱啊，钢琴上摊开的乐谱，正是郎朗2020年发行的最新专辑《巴赫哥德堡变奏曲》的封面。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并没有啊。很多同学可能都知道，最伟大的作品 MV 最开始穿越时的旋律呢是周董电影《不能说秘密》结尾叶湘伦穿越时旋律的变奏版。
这也是一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联动，所以我也把这种联动带入到了我这次的 mock 作品中。让15年前的叶湘伦和如今的周董坐在一起，4手联弹，他们两个一起肯定能弹奏出更精彩动人的旋律。最后我还在琴身上做了一个小彩蛋，这面上3个字母 BTM 就是我的一个小签名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这次原创 mock 最伟大作品了，拖了这么久终于做完了，现在呢我也能稍微歇一歇喘口气了。本来我打算把这次的 mock 做的小一些，难度呢也会降低很多，但因为是最伟大作品啊，所以呢还是决定不妥协了，就用能力所及最能体现细节的比例来完成整个作品。也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的 mock。伟大的作品总是有很强的感染力啊，能够激发起其他人创作欲望，而且这种创作欲望完全可以是不同维度的。就像歌中提到的，伟大的诗篇画作呢，激发了多少人的创作灵感，其中就有周董写出了最伟大的作品这首歌，这首歌又激发了多少人的2次创作，其中呢就有我的 mock 设计，拼出了这一套乐高积木。对画家来说，笔墨就是现实中的光影，对于周董来说，音符就是画家的笔墨，对我来说，手中的积木就是这首歌的旋律和故事。表现形式虽然不同，本质却都是伟大艺术的一脉相承。当然我这么说可能稍微的把自己的地位呢提高了一丢丢啊，跟那些大家相提并论了。但反正呢我脸皮厚也不是1-2天了，就这么着吧。纵观整个华语乐坛，20多年了还在搞创作还在出新歌的歌手呢屈指可数。作为歌迷，现在还能有周杰伦的新歌听，真的非常满足，更别说新专辑依旧扛顶了。我记得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啊，楼下呢有个公园举办了场滚石的演唱会。虽然呢我不是滚石的歌迷啊，但是回家的时候呢正好赶上演唱会散场，浩浩荡荡坐地铁回家的全都是特别有范儿的7老8十老爷爷老奶奶，拄着拐杖推着小车，但是个个呢都精神矍铄。希望等我们7老8十的时候呢也能这样，依旧有周董新歌陪伴，依旧可以一起嗨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了。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，也别忘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巴特曼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